你以为这是一具废弃的尸体？错了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倔强的灵魂。NASA 原本给他判了死刑，只给了他90天的寿命。结果怎么着？他硬生生在火星上挺了2269天，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一个人类不吃不喝活了2000岁。但这还不是最虐心的。2006年，他的右前轮彻底断裂，他没有停下，而是拖着那条残废的断腿，像个垂死的伤兵，在异形荒原上划出了一道长达几公里的血痕。这是何等的绝望！想象一下。整个星球只有你一个活物，你在零下130度的极寒里爬行，四周是死一样的寂静。直到2010年，他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沙坑，被活活困死。NASA 收到他最后的数据时，很多科学家当场落泪，因为他在临死前拼尽最后一丝电力，把摄像头对准了落日。那不是在传输数据，那是他在向地球做最后的告别。有人说，那一刻，这个铁疙瘩长出了灵魂。今天我告诉你，这台在这个星球上孤独死去的机器，究竟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。故事要回到2003年，那是人类探索宇宙最疯狂的年代。为了搞清楚火星上到底有没有水，有没有生命存在的可能， NASA 下了一步险棋，他们制造了一对双胞胎，那就是勇气号和机遇号。这对兄弟不仅仅是机器，他们承载着几代科学家的赌注。特别是勇气号，它身高1.5米，体重185千克，拥有一颗防辐射的电子大脑和6个钛合金轮子。但你知道吗？它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概率极低的奇迹。还要跨越整整4.8亿公里的深空，这相当于你要从上海射出一支箭，不仅要射中纽约，还要精准地射穿时代广场上的一个井盖。2004年1月4日，勇气号迎来了著名的恐怖7分钟。当它以每小时19000千米的急速冲进火星大气层时，隔热罩的温度瞬间飙升到1600度，仿佛置身炼狱。降落伞承受的拉力相当于10辆满载的卡车同时急刹车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地球控制中心是瞎的、聋的，因为信号延迟，人类只能在20分钟后收到消息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在屏幕前祈祷时，它要么已经安全着陆，要么已经摔成了一堆废铁。气囊在火星表面疯狂弹跳了28次，像个无助的孩子被狠狠摔打。终于，它停了下来。当第一张照片传回地球时，控制中心沸腾了。它活着，而且落点极佳，正是古谢夫环形山。科学家怀疑这里曾是远古的湖泊，但是死神并没有放过它。仅仅着陆18天，勇气号就疯了。2004年1月21日，勇气号突然切断了正常通讯，开始向地球疯狂发送毫无意义的乱码，就像一个人在极度高烧中说着胡话。更可怕的是，它的电势加热器失控了，不仅耗尽了电量，还在不断升温。它正在这一刻零下几十度的星球上试图把自己活活烤死。所有人都绝望了，几十亿美元的项目难道就这么完了？就在 NASA 准备放弃的时候，一位工程师提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，给远在几亿公里外的勇气号做一次开颅手术。他们冒险发送了一串指令，强制格式化了勇气号的闪存系统，这在航天史上闻所未闻。奇迹发生了10天后，勇气号苏醒了，他发回了一条简短的信息：我准备好继续工作了。那一刻，无数人热泪盈眶。这不仅仅是机器的重启，更像是某种意志的重生。起死回生后的勇气号开始展现出一种让人细思极恐的直觉。按照程序，它应该只是执行死板的指令，但在某个深夜，它在没有接收到明确拍摄指令的情况下，自动启动了全景相机，拍下了火星的星空。工程师后来检查数据时惊呆了，因为拍摄的那一刻正好是地球上的圣诞节凌晨。这是巧合吗？还是说在这个人类欢庆团聚的时刻，这台孤独的机器也想抬头看看它的家乡？在昏暗的粉色天空中悬挂着一颗针尖大小的亮点，那是地球，那是我们，那是所有他爱过的人，所有创造他的人，所有他永远无法回去的地方。还有更邪门的，第63个火星日，勇气号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心碎的举动。当时地面指令是检测大气成分，但他却转动镜头对准了天空，拍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——火星日落。一位参与项目的科学家在日记里写道：看着那张照片，我感到一阵寒意。它不仅仅是在拍照，它是在凝视。然而，火星从不怜悯入侵者。2006年3月，灾难降临，勇气号的右前轮电机线圈短路，彻底锁死。对于一辆6轮探测车来说，这就等于断了一条腿。按照常理，任务该结束了，但工程师们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，让勇气号转过身去，倒着走。于是，火星上出现了最悲情的一幕：这台残疾的火星车拖着那条坏掉的死轮，一步一步地在沙地上挪动。坏掉的轮子在地面上犁出了一道
深深的沟壑。但正如那句老话说的，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，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这个致命的故障竟然成就了人类火星探索史上最伟大的发现。就在他拖着断腿痛苦前行时，那条被死轮离开的沟壑中露出了一抹异样的白色。科学家们惊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那是高纯度的二氧化硅。这种物质只有在一种环境下才能形成，那就是温泉或者是火山热液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火星曾经不仅有水，还有热源。这里曾经是一个温暖、潮湿、极度适合生命生存的环境。永熙号用他的一条腿换来了证明火星曾宜居的最关键铁证，这简直就是献祭般的胜利。可惜英雄总有迟暮的一天。2009年5月1日，永熙号驶入了一片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沙地。科学家后来给这里取名特洛伊，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。表面上看是硬地，实际上是一层薄薄的地壳，下面覆盖着像面粉一样细的硫酸铁沙尘。当永熙号开上去的瞬间，扑通一声，车轮陷了下去。他试图挣扎，但越挣扎陷得越深。这里的沙子摩擦力太小了，就像陷入了流沙。更要命的是，此时他的车身发生了严重的倾斜，这个倾斜角度是致命的，因为火星的冬天来了。在火星的冬天，太阳极低，为了获得足够的电力维持体温，火星车必须调整太阳能板的角度面对太阳。但陷入沙坑的永气号车身倾斜方向正好背对太阳，它的发电量断崖式下跌，从每天几百瓦时降到了不足以维持核心加热器的水平。地面指挥中心疯狂了，他们在地球上搭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沙坑，用备用模型进行了数千次的脱困模拟，左转、右转、前进、后退，像螃蟹一样横着走，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了。每一次指令发送出去都要经历漫长的20分钟等待，每一次反馈回来的数据都是绝望的移动距离0米。永气号没有放弃，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，他依然在尝试转动那些磨损的轮子。数据记录显示，他尝试了超过16000次，哪怕只有1毫米的希望，他都在拼命想爬出来。他不想死在这里，他还没去哥伦比亚山脉的另一边，他还没看到下一个春天。2010年最寒冷的时刻到了，温度降至零下140度，永气号的电子元件开始在极寒中冻裂，他的意识开始模糊，电压低到了警戒线以下，他知道自己撑不住了。2010年3月22日，第2210个火星日，永气号发回了最后一条数据，那不是求救，而是一串系统日志，翻译过来就是电池电压过低，即将进入休眠，然后是永恒的沉默。在那之后的1年里， NASA 每天都在向火星呼唤，可是那个红色的荒原上再也没有任何回音。2011年5月25日， NASA 正式宣布结束任务。在最后的新闻发布会上，项目负责人哽咽着说，它不仅是一台机器，它是我们的一员。虽然官方宣布了死亡，但故事并没有真的结束。就在不久前，火星轨道勘测飞行器传回了一张高分辨率照片，在特洛伊沙坑的位置依然能看到一个小小的孤独的身影。14年过去了，它依然矗立在那里，它的太阳能板上积满了厚的红尘，它的轮子依然深陷在那个致命的沙坑里。它就像一座人类立在异星球上的丰碑，在这个没有风声、没有鸟叫、死寂的星球上，独自守望了5000多个日夜。有人问，花几十亿美元送一辆玩具车上去送死，值得吗？当你看到他拖着断腿发现温泉遗迹时，当你看到他在最后时刻拍下的那张地球照片时，你会明白，人类之所以伟大，不是因为我们能活着，而是因为我们敢于探索那些必死的未知。永气号虽然死了，但它证明了火星曾经有过生命诞生的摇篮，它为后来的祝融号、好奇号、毅力号铺平了道路。现在的火星车每一次精准的避障，每一次对沙地的预判，都是永气号用生命换来的经验。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踏足火星，我相信宇航员们一定会去一趟特洛伊沙坑，他们会轻轻拂去永气号身上的灰尘，拍拍他冰冷的身躯，对他说一句，嘿，伙计，你做得很好，剩下的路我们替你走完。